家里穷了30年，一朝拆迁居然赔了一笔巨款。我爸妈只有我一个女儿，打算给我和我老公买个新房子。正当我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我老公的时候，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：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是许麦，今年30岁。我从小在农村长大，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。我是农村里好不容易考出来的大学生。来市里上大学之后，我在大学里面谈了一个男朋友范文，我们2个人很相爱。毕业工作几年后，我们一起努力买房，终于攒了一套60平小房子的首付，也算安了一个家。我是个销售，而范文则是一个文员。我的工资比他高，家里一般的开销都是我来付的。我很爱他，想一辈子和他在一起。我不介意他赚的钱不如我，但是这2年经济不景气，我也渐渐地开始觉得有些吃力。只是没想到我家穷了30年，现在居然要拆迁了。我家农村居然要变成开发区了。我家别的没有，就是农村没用的地多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家拿到了一笔巨额的拆迁款。麦麦啊，妈和你爸商量了，我们决定拿这笔钱给你和小范2个人在城里全款换套大点的房子，以后我们就住你们俩现在住的房子就行，以后也方便给你们带孩子。我妈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里面都带着颤抖。我知道她期待来城里住很久了，我一直想努力给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只是没想到在这之前，我家居然拆迁了。妈，到时候我们买了大房子，你就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吧，不要再为了我委屈你自己了。我妈听我这么说，更是高兴。哎，好，麦麦，你快去告诉小范这个好消息。我当然要告诉范文，毕竟这是我们清贫生活难得的一丝希望了。范文是西南边陲小山村飞出来的金凤凰，是他们那里几十年来唯一一个大学生。我家若说是小镇普通人家，那范文则是真正的家徒四壁，上大学都还是全村筹钱让他上的，一人吃百家饭的那种。若问我为什么要跟这样一个男人在一起，除了因为他爱我、待我好，还因为他身上有一股对命运不服输的劲深深地吸引我。我们都像地里的野草，想疯狂向上长，疯狂地向上爬。我们有相似的目标，加之范文长相中上，待人诚恳，便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爱人了。范文最近也嫌弃文员的工资太低，想要换一个工作。如果我们家有这笔巨款，可是说是一跃从贫下中农跨入中产阶级了，范文也不需要那么焦虑了。我打算等下班把这个消息告诉范文，但我没想到，我一下班打开门，看见的不是范文，而是我的婆婆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微微有些惊讶，因为从范文的老家到我们在的城市，可以说是横跨了大半个中国，怎么不欢迎我啊？婆婆板着脸，看起来不太高兴的样子。我也有些不知所措，因为结婚这么久，我见婆婆的时间屈指可数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个老人相处。这时候，范文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，笑着跟我说：“老婆，你回来了，妈来我们这边看病，在我们家里住一段时间。既然婆婆要来家里住几天，拆迁的事情我还是晚些跟范文讲吧，毕竟拆迁款的数目太巨大了。我虽然信任范文，但是范文家那边的穷亲戚实在是太多了。若是让婆婆知道我家有这么一大笔拆迁款，怕是那些穷亲戚们这辈子都会扒在我们家的裤腿上不放了。”我听范文说婆婆是来看病的，我便关心地问道：“妈，你是哪里不舒服啊？要不我明天请假陪你去医院里面检查检查。”
我本意是关心婆婆，但没想到婆婆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的说道：“我怎么敢麻烦你这个大忙人呢？我听文文说，家里的房贷都是你在还，你不去工作，这个房子还要不要了？不过许麦啊，你也30了吧？就算你再能赚钱，是不是应该给我们老范家添一个孙子了？”婆婆对我没有生孩子这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，从我们结婚的时候催到了今天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她来的第一件事还是催我生孩子。她只知道催，可她怎么不想想，就我和她儿子赚的那些钱，养活我们自己和付房贷尚且不够，又怎么有办法养活一个孩子？我本就有些芥蒂婆婆一声不吭就跑来我家，现在婆婆还这么说话，我也懒得管她了。那妈，明天你叫范文陪你去医院吧。我就知道你根本没有陪我去的意思，都是装孝顺。婆婆阴阳怪气地说道。范文看我们颇有一种针尖对麦芒的意思，赶紧打圆场：“老婆，妈是我一个远房表妹小月，特地大老远的陪她来的。小月也没地方住，所以也得住在我们家里。这段时间，老婆你可能要辛苦一点了。我们家已经小到脚都站不住了，现在居然要住进2个人，我一时脸色不是很好看。你之前怎么也不和我商量商量？”我有些不高兴地看着范文。范文拉了拉我的袖子，小声说道，语气里面颇有些无辜：“老婆，我之前也不知道妈会来，她是下飞机才通知我的。”我点点头，我知道范文不至于这种事情都瞒着我。这时候，小月从外面走了进来，看见我笑着喊了一声嫂子。她身上带着一股淳朴可爱的气息，我对她并不反感。不过婆婆见小月大包小包地提进来，看着我不满地说道：“小月你辛苦了，不像有些人，做女人不像女人，不仅不做家务，还不会生孩子。”婆婆这话一出，在场的人没人看不出是在内涵我。小月还冲我尴尬地笑笑。我本身脾气并不算好，婆婆这一连串的话已经让我忍耐到极限了。刚想冲上去和婆婆理论，范文就拉着我进了房间。我有些不爽地甩开了她的手。“范文，你妈那么针对我，她到底什么意思？”“麦麦，我妈就是个山沟沟里的老太婆，她哪懂什么啊？在她眼里，天大的事就是传宗接代了。你没怀孕，她当然心里不高兴。”范文想伸手摸摸我的脸，却被我躲开了。我皱着眉头看范文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没给你生个孩子？”“范文，你扪心自问一下，我们生了孩子，你养得起吗？”范文脸上的表情有一瞬间僵硬，但还是抱着我轻声哄道：“老婆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才不想要个孩子破坏我们的2人世界呢。”“真的吗？”“真的，我只想跟你在一块。所以好老婆，这些天你就忍忍我妈好不好？我保证她看完病马上就回去。”范文都再三保证了，我只好点点答应下来了。不过我也不打算这么快告诉范文我们家拆迁的事情。现在家里人多嘴杂，我妈从小就告诉我才不外露的事情，所以我打算等婆婆回家了再跟老公讲这个好消息。但是接下来的这几天对我来说简直是度日如年，每天婆婆下班就是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的，各种不满意我。这天我回来的时候，小月已经做完饭了，我就准备洗手吃饭，婆婆却不让我上桌。“许麦，你妈没教过你吗？吃饭要男人先上桌，文文都没回来，你怎么就坐下吃饭了？我下班正又累又饿呢，感觉自己能吃下一头牛。”我当婆婆说的话是空气，自己坐下来吃了饭。没想到婆婆看见我吃饭，整个人怒了起来，
直接把我的米饭打翻在地，用他那粗糙的手指颤颤巍巍地指着我：“许麦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”这已经不是我有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的事情了，这已经是他挑事的事情了。我努力平稳住自己的呼吸，告诉自己，婆婆是范文的亲妈，又是一个病人，我要忍住不和她起冲突，所以我直接点了外卖，回房间去吃东西了，也不管婆婆在门外疯狂地咒骂我。到了晚上，我以为这茬过去了，我出房间洗衣服的时候，却发现我洗好的衣服被全扔到了地板上，被踩得黑乎乎、密密麻麻的，都是黑脚印。而上面挂着的衣服则变成婆婆和范文两个人的，很明显，这是婆婆干的好事。晚上我忍了，但是现在我实在是忍不了了，这简直是太过分了。我弯腰把我那些黑乎乎的衣服捡进了盆子里，打算去和婆婆好好的理论理论。我倒要问问她，到底哪一个婆婆会这样作践自己的儿媳妇的？我正要冲进婆婆的房间，却听到了婆婆和小月两个人的对话。婆婆用一种特别亲切的语调跟小月说话，在我这个角度还看见她拉小月的手。我以为婆婆只是亲切地和小月话家常，没想到婆婆却跟小月说：“小月啊，上次我让你考虑的事情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只要你为我们老范家添一个孙子，好处肯定少不了你的。”什么鬼？婆婆不是只有范文一个儿子吗？小月和谁给他添孙子？小月的回答却让我迅速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小月有些娇羞地冲婆婆说道：“林姨，那如果我替文哥生下了儿子，文哥会离婚娶我吗？”婆婆拍了拍小月的手，笑道：“小月，你这是说什么话？当然没问题了。”小月和婆婆两个人一副婆媳情深的样子，让我简直恶心透了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难怪婆婆说要过来看病，但从来看见过她进医院。难怪婆婆对我各种不满意。难怪婆婆要带着这个所谓的远房亲戚小月来我家里。原来她是早就准备好要换儿媳妇了。我简直气得怒不可遏，恨不得把我怀里的一堆脏衣服都砸到婆婆的头上。这个老钱婆简直是太过分了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回了房间。但是回房间之后，我越想越气，正想冲出去和那个老太婆对线的时候，范文开门走了进来。“老婆，你怎么看起来很生气的样子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一看到范文这张和婆婆有几分相似的脸，我就来气。我把那盆脏衣服直接扔到了范文身上。“范文，你知道你妈在谋划什么好事吗？”我气得不行，伸手狠狠地推了范文一下。不过我就算再气，我也没有怀疑范文本来就知道这件事情。范文在我的心目中，别的可能都不太强，但是爱我的心是真的，所以我从来不会去质疑这一点。范文疑惑地看着我：“老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妈干什么了？”她抓着我的手，不让我继续打她。她有些疲惫地说道：“老婆，我真的很累了，有什么事你就说好吗？”我看见她如此疲惫，我心里也是心疼的。但是婆婆做的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，我实在是做不到圣母心泛滥不生气。我必须要把婆婆和小月两个人赶出去，他们再多待一天都是对我的羞辱。你知道你妈为什么让小月来我们家吗？我反问范文。不是小月专门陪妈来看病吗？老婆，你不是都知道吗？范文，我伸手推了范文一下。你妈是让小月来给你生孩子的。如果她生出孩子，你妈就要我跟你离婚。范文的眼神闪了一下。老婆，你听谁说的？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我跟小月还是亲戚呢。我气得怒不可遏。听谁说的？
当然是在你妈房间门口听你妈和小月说的。你妈是不是把我当傻子？范文看见我气成这样，赶紧哄我：老婆，你别生气了，我跟你保证，我绝对没有这么想。我妈可能是老糊涂了，我跟你保证，过2天我就想办法把她送回老家，好不好？范文这么说，我的气才消了不少。那你赶紧把你妈送走。好好好，范文哄着我睡觉，哄着哄着他自己睡着了，我却怎么睡也睡不着。我看范文的外套和裤子都没有脱掉，就起来帮他脱了下来。我整理了一下他外套的口袋，没想到却掏出了一个安全套。我浑身一颤，我和范文已经半个月没有夫妻生活了，范文的口袋里怎么会有安全套？我顺身都涌起了一股奇异的战栗，一种被背叛的怒气从头到尾涌了起来。我直接伸手给了范文一巴掌，但是范文看样子真的很累，我这一巴掌并没有把他喊醒。我打完这一巴掌之后，也渐渐地冷静了下来，心里涌起了12万分的庆幸。还好我没有告诉范文我家里拆迁的事情。我看着范文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，一时间有些恍惚。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我居然不知道自己身边的是人是鬼。范文该不会已经和小月上床了吧？范文的出轨对象就是小月吗？不过一个套证明不了什么，我要知道范文的出轨对象到底是谁。我把套放回了范文的外套，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。第2天，范文回来的时候，我趁他不注意查了一下他的口袋，却发现本来在口袋的安全套已经不见了。如果那个套是他准备跟我用的，又怎么会不见呢？我研究过了，范文今天根本没有机会跟小月上床，所以范文出轨了。但是范文的出轨对象不是小月，我只觉得恶心。小月和范文2个人有没有发生过关系，我不能确定。但是范文身边绝对还有另外一个女人。我趁范文不注意，在范文的车里装了微型录音设备。果然没过几天，我听录音的时候听到了范文和一个女人的声音：张总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啊？范文的声音有些谄媚。这时候响起了一个有些妖媚的女人的声音：去酒店呗，你不是喜欢希尔顿总统套房的床垫吗？范文笑了出声。这时候那个女人妖妖娆娆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：小范啊，你喜欢我还是喜欢我的钱呀？张总，我当然是喜欢你的人啊，那你停车。这段话过后就都是男女的喘息声和呻吟声了。他们做了什么？毫无疑问，我越听越觉得恶心反胃，甚至还吐了出来。原来范文早就出轨了，还不止出轨一次，出轨的对象却是他们公司里面的张总。我听范文说过，这个张总是他们董事长的老婆，现在已经40多岁了。平时在公司里面最喜欢调戏年轻的男孩子。范文当时说起他的时候可是深恶痛绝，没想到范文自己早就跟这种人搞到一起了。我现在已经分不清范文之前说的话什么真什么是假了。我哭出了声，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冷静了很久才出房间，但我好不容易冷静了下来，却又有想吐的冲动。我大概是被他们恶心到了。我呕吐被婆婆看见了，她见我呕吐，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：许麦，你是不是怀孕了啊？她对我的语气瞬间就不一样了。怎么可能怀孕了？我马上就要和这恶心的一家人分开了，我绝对不可能怀上范文那个死渣男的孩子。我摇了摇头，我应该是吃坏肚子了。婆婆听到我这么说，瞬间变了脸：吐得这么恶心，别吐了。果然，我不能指望不会下蛋的母鸡生孩子。既然知道他和他儿子都不是什么好鸟了，
我也不用对婆婆客气什么了。对，你是会下蛋的母鸡。婆婆听我这么说，瞬间变脸。许麦，你骂我是母鸡，骂你怎么了？我早就受够你了。说是来看病，从来没见你去过医院。你每天除了知道叫我生孩子，辱骂我，你这个老太婆还干什么了？我终于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，之前憋闷的气总算是松了一些。婆婆见我这个样子，伸手就想打我。许麦，你这个不孝的媳妇，我今天就要替你爸妈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我直接伸手抓住了她的手，狠狠地回扇了她一巴掌。你不配和我爸妈相提并论，给我滚！婆婆是个欺软怕硬的人，平时我不搭理她，她反而总是招惹我。这时候被我打了一巴掌，直接灰溜溜地跑回房间去，一边跑一边还和范文打电话：“儿子，你老婆欺负我，她居然还打我。她到底还想不想当我们老范家的儿媳妇了？我无所谓她告状，只是我的肚子莫名的有些疼。我蹲在马桶上吐了很久才缓了过来。这时候范文的电话也打过来了，打过来的第一句就是高声的质问：“许麦，我不是说了过几天我会赶我妈走吗？你居然打她！她一个老人家你也下得去手？”我又吐了一口，有些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范文，你妈做了什么事情你不清楚吗？就算我妈有不对的地方，你也不该打她。反正你给我去跟我妈道歉。”范文完全没有了之前哄我的耐心，看来他还是想着他亲妈。也是，一个出轨的男人又怎么可能会向着我呢？不过我该不会真的怀孕了吧？我犹豫了一瞬，然后还是起身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。从医院出来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是心事重重的，因为我真的怀孕了，怀上了那个渣男的孩子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这个孩子我不能要，我绝对不能再和他们家有一丝瓜葛。我转身回了医院，流掉了这个孩子。等我出手术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呆呆地望着医院的天花板，流下了一行清泪。不过我知道我不能倒下，我找人查了小月，知道了小月其实在老家是有一个男朋友的，但是她向往大城市的生活，就受不住婆婆的引诱，跟她来了这边，顺便抛弃了她相恋多年的男友。我把小月和婆婆对话的录音发给了她的男朋友，还给她买了一张过来的飞机票。接下来就是看好戏的时候了。我在医院休息了几天，回了家，借口说我回乡下父母家，他们没有一个人怀疑的。我刚到家门口，就看见一个长相凶狠、体型肥硕的男人问我：“你知道吴小月住在哪里吗？”原来他就是小月的男朋友。我打开了门，冲他轻笑了一声：“进来吧。”吴小月住在这里面。肥男疑惑地看了我一眼：“你是谁？”“我是范文的老婆。”我说的时候云淡风轻，但是肥男眼里却露出了同情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。我们还没说上两句话，婆婆就出来了。她看见肥男的时候大喊了一句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肥男看见婆婆，整个人都很生气，瞬间冲了过去：“林老太，你居然把我女朋友带到这么远给你儿子生孩子，你贱不贱啊？你儿媳妇还在这里呢。”婆婆有些不自然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想到了什么，又觉得自己很有底气地说道：“她是个不下蛋的母鸡。小月一看就屁股大，很能生养。何况你已经跟小月分手了，这关你什么事？”肥男听到婆婆这么嚣张的话，气得吹胡子瞪眼，直接把婆婆恶狠狠地推到了地板上：“死老太婆，我什么时候和小月分手了？都是你把她骗来的！”肥男狠狠地给了婆婆一脚，婆婆直接趴到了地上，她爬不起来，一边喊：“救命啊！
有人杀人了。这时候，小月听到声响，从房间里面出来，看见肥男，害怕地抖了抖。小刚，肥男看见小月就拉住他的手，下了最后的通牒：小月，你现在跟我走，之前的事情我都不计较了。小月看着肥男，咬着咬摇了摇头。小刚，我要留在大城市里，我不想跟你回农村了。小月说完这句话，肥男就暴怒而起：吴小月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他狠狠地冲小月挥了一拳。吴小月，那老子就活该被你绿吗？肥男一拳又一拳地往小月脸上招呼：贱女人，贱女人！我顾假装一惊慌失措地给范文发了信息，说他妈和小月被人打了。果然没一会儿，范文就回来了。婆婆看见范文，赶紧大喊：文文，你快跑！比起小月的死活，婆婆当然更在乎自己的儿子是不是会被打。但范文没反应过来，肥男先反应过来了，他把小月像个什么物件一样的往地上丢。范文！肥男怒喝一声，直接冲上来对着范文暴揍一顿。范文和肥男比起来，简直可以说是文弱书生的体型。肥男没两下就把范文打得一点还手的机会都没有了。老婆，你快报警，你快救救我！范文一边哀嚎一边叫我报警，而我却收起刚刚装的惊慌失措的神情，拿出手机拍照。范文，你这副狼狈的样子真让我觉得爽呢。许麦，你别太过分了！肥男放开了范文，范文死死地盯着我。范文，我怀孕了！我的一句话让屋子里面炸了起来。婆婆和范文露出了惊喜的眼神。你怀孕了？我们家有后了。但是我的下一句话却让他们的惊喜瞬间落空。但是我打掉了！你这个恶妇！婆婆颤着手指着我。为什么？范文怒吼了一声，我轻嗤了一声。为什么你还不知道？你和你妈背着我找小月给你生孙子，而且你还和你那个老女人上司有一腿。你这么恶心的男人，我凭什么给你生孩子？你怎么知道？范文的表情瞬间扭曲了起来。需不需要我把你和你上司两个人翻云覆雨分录音放出来给听听？我摇晃了一下自己的手机。许麦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居然偷偷在我身上放窃听器！范文说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是暴怒的。别废话，马上跟我去民政局领离婚证！我凭什么听你的？就凭我手上有你和张总的录音。如果你不想这份录音发到她老公，也就是你们公司董事长的邮箱里的话，你最好乖乖跟我离婚。范文迫于无奈，只好跟我去民政局离婚。走的时候，我还听见肥男在那里怒骂婆婆和小月。我和范文去了民政局，并在冷静期过后瞬间地拿到了离婚证。拿到离婚证那天，我感觉阳光都是明媚的。范文看见我高兴的样子，不爽地说道：许麦，和我离婚你就那么高兴吗？和渣男离婚自然是高兴的。不过范文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为什么要和张总在一起？你就那么缺钱吗？我自认我虽然不富裕，但也没有到需要他去做老女人情人的地步。范文见我这么问，立马不屑地看了我一眼。我当初跟你在一起，是因为学校里面除了你，所有人都嫌弃我穷，不跟我在一起，更别说结婚了。我这辈子穷怕了，没想到找了一个也是穷命的老婆。你没本事还不准我去找有本事的女人吗？原来说来说去还是为了钱，哈哈哈哈哈！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怎么许麦，你穷疯了吗？现在离婚了。范文撕破脸也不装了。我凑近他，用一种平静的腔调告诉了他一个事实。范文，其实在你妈来的前一天，我家就拆迁了，
赔了你3辈子也赚不到的钱。我爸妈本来想拿来给我们全额买套大的房子，支持你创业的，可惜啊，你没这个命。”范文听到之后，神情瞬间扭曲了起来。许麦，你说什么？你是骗我的，对吗？你家怎么可能突然有钱？你不信去问问不就知道了。我潇洒地走了，只留下了实话的范文愣在原地。拿到了离婚证后，我马上把范文和张总的音频发给了他们董事长。范文第2天就被赶出了公司，而婆婆和小月2个人被打好几个月，都只能在病床上度过。肥男被抓进了监狱，但是他进去之前却给老家的人讲了这件事情。混不下去的范文和婆婆回了老家，回去之后人人喊打，过得跟个过街老鼠一样。而我卖掉了原来的那套小房子，和我爸妈买了一套市中心的大房子，剩下的钱给我爸妈在楼下开了一家小店。我们一家3口过上了幸福满足的生活，而我再也不期待所谓的爱情的。这世界上唯有父母亲情才是最重要的，我要陪伴在我爸妈身边。至于爱情，随缘分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